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前几天给大家做了食人火车，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反响，好像大家对于这个食人火车背后的故事都挺感冒的呀。虽然在评论区还是看到了有些喷子说我的故事非常水，又或者几张图做一个视频把观众当傻子之类的话。我在这里想说一下的是，咱们看视频就是图个开心，对吧？有些东西靠的就是脑洞跟幻想。如果每个人都要活在现实当中，那么精神世界就不需要它的存在了。那像 SCP 或者特雷弗这类的脑洞作品，有些有图，有些是连图都没有的。而且背后的故事还经常出现漏洞，那么这些创作者为啥还要继续创作呢？因为创造、创意和创新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，所以大家且看且珍惜吧。那么本期又给大家带来一个恐怖的东西，看封面也应该清楚，真尼玛猎奇啊！和上次的食人火车有的一拼，简直就是互补的存在。那它和食人火车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还是老规矩，长按点赞3秒钟有惊喜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被称作为童话之门的洞穴吧。那上次做的这个食人火车是特雷弗的粉丝 Leo Visible 的作品。那其实本期的童话之门也是出自他的脑洞。童话之门是一个圆形的怪物，嘴巴又圆又大，有好几圈锋利的牙齿，它也有一些胳膊或者触手类型的组织，以及2只很小很小的眼睛。全身皮肤的颜色是类似于肉质的红色，但从外观来看，这个生物看上去一点都不童话。而且据说它常年栖息在地下通道或者地铁隧道当中，那里环境恶劣，常年充斥着排泄物跟腐烂的东西。听到这里，这个童话之门的名字简直和它的外表属性8辈子都对不上，玩的就是反差和心跳。根据它异常特性的描述，这个生物可不容小觑啊！它是一种地下的生物，没有特定的地域范围，只要是类似于下水道、隧道等地方，都会有它的身影。不过这真的属实恶心，喜欢待在幽暗封闭的环境也就算了，附近还都是腐烂之物。没错，童话之门就是名副其实的食腐生物，喜欢待在下水道等地方，也是因为方便它吃废弃的腐烂之物，以及各种死亡的小动物之类的。一般来说，这个生物看上去很安静，没有什么攻击性，再加上它行动缓慢，几乎是静止不动的。可能有人会掉以轻心，但这绝对只是假象。别的不说，看它那一圈锋利的牙齿就知道，它绝对不是什么善类。这个生物的触手会卡在周围环境当中，完全伸展自己。然而它的嘴巴里面竟然还是真空的环境，会吸入各种小虫子、废弃物品跟死的动物，以此来净化周边的环境。但其实这个童话之门可以说是很被动的怪物了。如果周围存在的物体上有白银这种物质，那么它里面的真空环境会立刻发生过敏的反应，门口会出现强烈的白光，就像是每燃烧发出耀眼的光一样，类似于某种信号弹。然而对这种生物来说是十分痛苦的，就像人类抽筋一样，它也会产生巨大的反应。因为银这种物质对该生物来说是有毒的，这可不是简单的燃烧反应，严重的话整个童话之门都会爆炸，然后燃烧成为一道白光，变为灰烬。不过这还不是它唯一的异常特性，它最厉害的能力是传送大法。据说这个特性也是当时有个人无意间发现的，他带着一块表不小心跌到了门口，银表也就跟着掉了。然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似乎打开了童话之门的某个传送按钮，连人带表一起被传送到了意大利的一个山洞中，真的是令人疑惑。一旦产生传送反应，就会随机被传送到世界上另外一个有童话之门的地方。所以银能唤醒童话之门的某种力量，使它瞬间变成一个虫洞。那看到这里，肯定有小伙伴会说，这看起来就像是星球大战的东西。没错，童话之门与星球大战中首次亮相的野兽拉斯塔人相比，真的是很相似，就是那个在银河系中最危险的生物之一。那童话之门这个名字可真的也是空有其名的，一开始差点被名字骗了，我还以为是通往童话世界的大门呢。不过我觉得这个玩意儿真的不是从 SCP 基金会里面跑出来的吗？这种异常特性必须得收容了吧？我觉得给它评个 safe 级不过分，毕竟不是什么毁灭世界级的生物。不过还是可怜的那些地级人员，估计在各种实验里面，他们会被转移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，那总比死了的要好吧？又扯远了。本期又给大家介绍了 Leo Visible 的作品，不知道小伙伴们还喜欢吗？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。其实正正一直都觉得咱们视频的话题也得多样化，不能总是看 SCP 或者阴间视频，对吧？反正关注我绝对不会吃亏，不仅有好看的视频，还能增加奇奇怪怪的知识。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喜欢本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跟分享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